这里是陕西岐山县的五丈岩，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，就在这个西北的黄土高原上面，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智慧之星诸葛亮巨星陨落，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。这里就是五丈岩，这里就是诸葛亮去世的地方。在这个五丈岩上面有一座庙，诸葛亮庙，为历代王侯将相的拜谒之处，文人墨客游览之地。这个五丈岩位于陕西省岐山县的南端，它南依秦岭，北整渭河。因为什么呢？五丈岩有一个当时这个诸葛亮在这屯兵嘛，就是在渭水南岸跟司马懿对峙，所以呢北整渭河，东西较窄，最宽的地方约3华里，最窄的地方仅5丈，三面临空。这个为什么叫做五丈原呢？有3种说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说五丈原，我们刚才说南部最窄，其宽度仅有5丈。当时诸葛亮选择在这里指挥作战，因为诸葛亮病死也是病死在五丈原嘛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五丈原。第二种呢，五丈原是50丈原的简称。这个五丈原最高的地方是40多丈，古代跟现在说法不一样，40多丈我们就说45路一样的，就变成50丈，但是说50丈原不顺口，就变成五丈原。第三种就是说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巡视天下，西出咸阳，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因为夏天的时候嘛，我们常说关中地区比较炎热，但是来到这个原上的话还是比较舒服，所以呢，秦始皇的儿子秦二世呢，就在这里写下秋风五丈原，那个五丈原的名字就这么流传下来。其实这3种说法哈，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真实性、可信度。我们都知道诸葛亮6出祁山，当时的他想一统三国，这个五丈原是诸葛亮第5次伐魏，就是我们当时说的曹魏的战场，但是最终呢失败，病逝于此。整个这个五丈原可以看到渭水，因为他当时跟司马懿就是对阵，司马懿在渭水的南岸，诸葛亮在渭水的北岸。远处看去啊，关中的那个情形啊一览无余，所以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，就在这个五丈原修建了诸葛亮庙。这个庙宇气势恢宏啊，苍松翠柏环绕，里面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过，留下很多墨宝。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，里面的那个布局也比较完整，里面有亭台，有塑像，有碑林，各种各样的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就是五丈原的诸葛亮庙，它这个是坐南朝北的。为什么是坐南朝北？就是说啊，那个诸葛亮，我们说一生都至于北伐一样的，就是他想那个一统三国，但是最终失败，病逝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后人就把他的庙啊，就纪念他的庙，设为坐南朝北，因为他这个面对渭河嘛，象征着诸葛亮毕生都向往北伐，追求一统三国的梦想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门，俗称三门，共5间，这个东西各有侧门2道，这里有好几副牌匾，西边是西蜀咸相，东是南阳存卢，正中间是汉室孤钟，还有悬挂着五丈原诸葛亮庙。这里还有一副绝对，大家看一下，一师二表三分鼎，万古千秋五丈原。相传此联是中山先生的秘书孙墨佛先生所题。这个对联道出了诸葛亮的一生的功业，突出了五丈原作为诸葛亮归宿地的地方，因为他在这里去世嘛。这个是三门的后面，中冠云霄，大家猜这个是谁写的？这个是岳飞写的哈。这里面很多岳飞的手书，还有里面到时候有那个出师表。然后前面这里是2个雕塑，这个是谁呢？魏延跟马岱。魏延在诸葛亮死后也被这个马岱所杀。相传有一个说法，当年诸葛亮北伐的时候，魏延出了个计谋，就是说的从小道偷袭长安，有可能成功，但是诸葛亮求稳就没有同意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如果啊采用了魏延的政策可能成功，但是历史没有如果，最终还是失败。左中右古，一般寺庙道观很多都有，它这个是鼓楼。这个是现代，是诸葛亮庙中最大的场所，是古代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，就我们说的帝王陵一样的牌位或者祭祀的地方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东西，我们看到前面是五丈秋风，然后五丈秋风这旁边这个有一条很长的杨木，它这个杨木呢是大概直径60公分，长约5丈，
大概10几米，使人想起呢，你看看，整个房屋就是靠它撑起来的，就是栋梁，国家栋梁一样的。所以这一根杨木是完整的，没有经过修改的，就是完完整整的，震撼吧？我已经在大殿里面了。这个就是《出师表》，谁写的呢？那个岳飞写的。我们看看啊，前《出师表》，先帝的帝，先帝创业这个帝啊，大家看看，这里有个帝，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帝，追先帝就是诸葛亮的意思嘛。这个帝都是不一样的，为什么？他这个帝字我们仔细看一下，这个是这么写的，这个帝，看看哈。然后这个帝是这么写的，是不是不一样？这个为什么会这不一样呢？有几个说法，一个说法是说，那个岳飞的那个当时那个我们说了，他也算是北伐嘛，但是壮志未酬，大家都知道，最终岳飞是含冤去世，当时他要北伐，朝廷一直叫他回去，所以呢，他壮志未酬，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就是他的书法，那个写书法的时候，就是写到《出师表》，因为《出师表》这么长，人的情绪不可能是一直不变的，对吧？一开始是回忆，回忆到后面越来越深，所以他写的东西呢又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写的书法就代表不一样，写出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说是这个意思。他这里的地都不一样啊，有好几个。我现在就看到这个地方，还有哪里？看看有没有。所以大家这个要了解一下。这个东西呢是岳飞手写的，然后雕刻的话是清代陕西富平的一个樊登云，一个大的雕刻家。这个呢被称为什么呢？三绝碑。在这个旁边还有几个字：纯正不取，书如其人。这个是谁写的呢？朱元璋。朱元璋评论岳飞，就是我们说刚正不阿，那个这种气概、忠心啊，书如其人，就是说他这写的东西啊，跟他人一样的。这个前面一点，这里是八卦亭，这个八卦亭就是为了纪念那个诸葛亮的八卦阵而兴建的。对八卦阵，我其实不太熟，没去了解。但是这个我们大概就这样看一下嘛，八卦阵、八卦亭，反正是跟诸葛亮有关的。看看很多牌匾，天下奇才，宫行天罚，名垂宇宙。在八卦亭后面就是有一座殿呢，这里面是有诸葛亮的像，英明千古。我们看看，往前走一下，将相师表，诸葛亮、诸葛孔明。慈眉善目、文静安详的诸葛亮坐像在这个地方。这一尊坐像也是文物，是清代光绪10年1884年放在这里的，所以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诸葛亮的左边呢是张苞和那个廖化，我们经常说在这那个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为先锋，说的就是他。再往后走就是诸葛亮的衣冠冢。这个是诸葛亮衣冠冢，诸葛亮的墓陵墓是在陕西汉中的定军山脚下，我们去过了。他这里的衣冠冢是什么呢？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他呀，因为他病逝在武状元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蜀军呢就把诸葛亮的衣服、帽子埋葬于此，故堆土为主，以示那个纪念。衣冠冢一般是放衣服、鞋或生前用过的东西嘛。我们再说一个东西，大家记住一下。就这个墓冢周边呢，有28根柱子。这28根柱子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诸葛亮辅佐刘备、刘禅28年，一生鞠躬尽瘁，死后已。落星石，落星石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看看。据那个季阳秋，曰：有星刺而芒角。自东北西南流，投于亮营，山头再环，网大环小，峨亮足，据传即此时。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古代不是有个天象学吗？紫微星落下来就代表帝王去世，它这个也一样的。这块石头落入诸葛亮的军营中，结果
诸葛亮就去世了，是这个含义的。所以说这块石头见证了诸葛亮去世，他来了就代表诸葛亮走了。我们古代就是有这种说法嘛。这个落星石，就我们刚才解释了一下，古代嘛经常有这种说法，文曲星。那文曲星他在人间完成任务呢，或者是到了时间他就要返回去。这里有一个八卦阵，大家了解过吧？我不太了解，但是八卦图、八卦阵跟诸葛亮有关，还有个八卦的电视剧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比较黑一点，我就不走了。那个等一下走要时间很久，时间不够，反正就是转来转去的。在古代，名臣很多，王侯将相也很多，但是称得上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，就只有诸葛亮。我们熟知的《出师表》仿佛穿越了时空，永远保存着。历史并不以成败论英雄，诸葛亮的人格、他的才能、才智、智慧，还有那个勇于实践的行为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，也让我们永远的回味，永远的记住他。